警局的监控室中，胖妞无聊地查看监控，只见一对情侣在马路边秀恩爱，他们拥吻告别。胖妞看得入神，嘴角露出微笑。然而当一辆大巴路过，微笑变成了惊恐。原来女人想要回家，但男人情绪突然暴躁，一把擒住女人的脖子，将她放倒在地，最后把她拖出监控画面，开车逃离了现场。目睹一切的胖妞立马报警，警长瑞秋接到电话赶到案发地，这里只有一个监控，没有目击证人，但好在监控拍下了男人的脸。瑞秋一个电话打给反恐部的同事，启用人脸识别系统，立马追踪到了犯罪嫌疑人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此人竟是当下的国民英雄肖恩。时间回到18小时前，肖恩从监狱出来，接受法庭的审判。他因在一场行动中枪杀了手无寸铁的犯人，队友的随身摄像记录了一切。给我退后！肖恩可能怕罪行暴露，让队友不要拍摄，但没想到这一幕也被记录下来。面对法官一连串质问，肖恩有些语塞。这时他的辩护律师安娜上场，他请来了资深媒体工程师，从事摄影行业多年。据他分析，低配的摄像头不能成为证据，因为很容易出现声画不同步的情况。有了这个意见，安娜把声音延迟了5秒，还原了事情的整个经过。显然那句退后是说给犯人听的，但犯人并没有退后，反而还想拿起武器。肖恩这才开枪射击，先警告后射击，一切都合情合法，合理合规。就这样，肖恩洗脱冤情成了英雄。为了感谢律师们，肖恩举办了一场庆功宴，两人在宴会上互表情谊。肖恩决定送他回去，于是便有了胖妞看到的一幕。这时警察全副武装的来到肖恩家中，毫无防备的肖恩立马被制服。 Where is she? 但他并不知情。说完就要去看汽车后备箱，诡异的是，后备箱并没有人。警长没有放弃，因为那段暴力伤人视频足以指控肖恩。而瑞秋也不装了，直接问安娜是否活着。但肖恩此时还是一脸懵。瑞秋见他不承认，便播放了监控视频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肖恩承认视频内容，但直到一辆大巴经过，视频中的肖恩就像换了个人一样，情绪变得暴躁。安娜也没有坐车离开，而是被肖恩一顿毒打，随后拖出了画面。见此情形，肖恩肯定不承认。而瑞秋看着肖恩的表情，也觉得里面的事情并不简单。很快，国民英雄再次入狱的消息被媒体报道，上级给瑞秋很大压力，如果没有实质证据，明早必须放人。但很遗憾，刑侦部调查了整辆车，都没有发现可疑痕迹，就连肖恩最后消失的地方也没有找到安娜的尸体。瑞秋看着肖恩无辜的表情，他都怀疑自己是否捉错人。而这时领导放话，必须放了肖恩。原来国安局的人来施压了，还说那段视频是编辑伪造的，让瑞秋不再插手。最终迫于各种压力释放了肖恩，但执着的瑞秋认为是国安局的保肖恩。不论一段造假的视频，让一个大头兵深陷牢狱之灾。出狱后的肖恩孤立无援，他拉上朋友去安娜家中寻找线索。打开房门，一股发霉味道袭来，显然很久没有人居住。肖恩仔细寻找线索，突然身后传来异响，一个男子趁机溜走。肖恩立马追了出去，黑衣人上了一辆车，肖恩随手拦了一辆出租紧随其后，但他不知道身后警局的人也在跟着他。而司机一脸认出了肖恩，还替他打抱不平，但一个分岔路司机没有跟上，而是把肖恩强行带到一个地方，任凭他如何暴怒也不放出去。肖恩意识到自己可能落入了圈套，瑞秋在监控室目睹着一切，但突然车辆驶入监控盲区，等再次出现时已在一个广场。瑞秋急忙通知手下前往，司机把肖恩带到一所公寓，迎接他的是一个彪形大汉，警告肖恩不要轻举妄动。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手下来到瑞秋所说的地址，并没有看到肖恩，这里一如往常。但瑞秋在监控中看到肖恩正在与人交谈，而手下反复确认。瑞秋懵了，灵异事件还是平行时空？同一个地点竟然发生着完全不同的事。他火速赶往现场，发现这里真的没人。手下建议冲进去把他们捉拿归案，但瑞秋觉得不能打草惊蛇，毕竟里面有国安局的人。而肖恩此刻进到屋内，交出随身物品，走过一条幽暗的楼梯，发现里面另有洞天。这里有着大批技术人员以及高科技设备。他们把肖恩带进审讯室，一个声音传来 What's the status, Eli? Toy soldiers contained, sir. 到此剧本第2季内 Toy soldiers contained, sir. 肖恩被带到一个房间，一个长相酷似灭霸的男人紧跟而来，而他交代了此行的目的。 You mind telling me where she is? 但肖恩还是不知道，显然大卫有点不耐烦，指向墙上的屏幕。他示意手下摘下面罩，此人竟是肖恩的朋友。如果你再不交代，那就别怪我用刑。在不断施压下，肖恩还是不松口，于是便有了残忍的一幕：一群黑衣人围住朋友，拿出钳子活生生剪下了他的手指。肖恩坐不住了，冲出去想要救朋友，但翻遍所有房间都没有找到朋友位置，朋友的手指被一根根剪断。肖恩依然没有松口，即便被电晕。此时屋外2个警察在守株待兔，但等了许久都没人出来。两人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于是想了个计谋，那就是在网上发布
肖恩暴力伤人的视频。果然这个办法奏效了，国民英雄绑架伤人的噱头很大。迫于压力，警方重新立案调查，但这次空降一个反恐怖的女人加兰，瑞秋一眼就认出她，之前就是她一句话把肖恩给放了，但这次她参加进来，不知有何目的。瑞秋来不及多想，跟大家分享了最近的调查结果，肖恩就在伊顿广场48号房，现在带队过去，应该能人赃并获。加兰赞同瑞秋的建议，派了一支武装小队前往。两人来到广场，瑞秋前去敲门，开门的自称公寓管家。瑞秋问他有没有见过这个男人。From the TV, he's the soldier. 瑞秋不想跟他啰嗦，出示搜查令后随即进屋搜查，而大卫在监控室目睹着一切。肖恩感到兴奋。I'm downstairs. 瑞秋进到屋内，一堵白色的门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他示意把门打开，但管家面露难色。瑞秋命令武装小队进场，把门暴力拆除，而肖恩此时喊得更加起劲。Downstairs, yes! Shut up! 眼看两边就要撞上，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。这里确实是一间地下室，但里面破败不堪，显然跟肖恩所在的地方完全不同。瑞秋又懵了，满脸写着疑惑。这里仿佛又是一个平行时空，同样的地方上演完全不同的事情。由于找不到任何线索，瑞秋一行人只能撤离。看着他们远去，大卫松了一口气。但瑞秋突然想到什么，他看向门口的摄像头。Where's the monitor for that camera? Let me have audio. See what's here. Come on, we just searched the whole house. Where is the monitor for this camera? 管家灵机一动，说这只是个摆设，虽不满意，但也无可奈何。看到瑞秋彻底走了，大卫才松了一口气。眼看肖恩也不愿交代，只能把他给放了。为此特意装备一辆专车的后备箱。识相的肖恩主动钻进去，但没开多远，他就想要逃跑。马路上，一辆汽车后备箱突然伸出一只手，男人拆下车尾灯，随即打开后备箱，然后跳车逃跑。而这一幕被大卫看在眼里。 Let him go. No need to cause a scene. 肖恩一路逃窜，但此时的他已被全城通缉，满街的摄像头让他无所遁形，他必须尽快找出真相。此时的瑞秋回到总部，他让同事把伊顿广场周围的监控都调出来，然后逐一检查。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同事称并没有看见肖恩来过这里，但瑞秋之前明明亲眼看到，显然这里被人动了手脚。他找到加兰说明情况，但这次行动的失败让加兰也怀疑视频的真实性。他让瑞秋休息一会儿，但他若有所思，毕竟眼前的加兰并不是普通人，想要删掉视频轻而易举，所以没有选择硬碰硬。而肖恩找到此前帮他出庭证明的工程师，他给工程师看了自己和安娜的车站视频，问他后半段是怎么伪造的。如果是录制好的视频，想要伪造很简单，简单的 AI 换脸就能实现。但根据之前的口供，这段视频是泡妞实时监控的，从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，除非有人黑进系统编辑伪造了视频，但黑进政府系统且不被发现，这很难做到。工程师心想里面的事情肯定不简单，不敢跟肖恩透露太多。怎料他一走，工程师转而联系瑞秋，跟他表明那段视频是伪造的，因为有明显的交叉剪辑手法，前半段一切正常，直到一辆公交车经过就发生了变化，很可能有人黑进系统，将画面延迟了几秒，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换脸视频拼接上去，再利用公交车进行遮挡。就这样，一段完美的陷害视频制作完成。瑞秋听后茅塞顿开，但是谁想置肖恩于死地就不得而知。警方的搜捕计划也在一直进行中。此时，肖恩躲到一所废弃仓库，这时一个男人闯了进来。肖恩一看竟是自己朋友，此时他完好无损，手指并没有切除。肖恩意识到自己又被骗了，跟朋友商量如何离开这里，但整个城市布满了监控，肖恩是插翅难逃。他提出借朋友的车离开，但肖恩刚走，朋友就狡黠地笑了。显然，肖恩这个傻大个又入局了。很快，警方就监控到肖恩的汽车，派出一小队人马将他捉拿归案。肖恩见状下了高速，来到一处偏僻农庄。可就在他停车时，后备箱传来响动。他起身打开后备箱，屏幕外的警方不知肖恩看到何物，只见他喘着粗气，像是一头发怒的公牛。I'm heading down there. 男人打开后备箱，里面竟然藏着女人的尸体。肖恩这回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很快，警察闻讯赶来，肖恩赶紧逃命，但警察也很快追来，两人缠斗一番。警察拿出防狼喷雾对准眼睛，但肖恩毕竟是战场活着回来的男人，反手就将其打倒。然而他眼睛却辣得睁不开，踉跄地跑到马路边。而这时瑞秋单独找到了他，他让肖恩跟自己回去，因为工程师已经证明视频是伪造的。但肖恩已不敢相信任何人。就在他整理眼睛时，瑞秋拿起手铐悄悄靠近。I'm arresting you on suspicion of murder. You do not... Fuck! They don't believe you, are you gonna believe me?
Gaster Square. What? That's where they took me. 随后，肖恩再度消失，而当他走过一片公路时，被突如其来的汽车撞倒。等再次醒来，已在车上，而绑走他的是之前那位出租司机。车上还有一个女人黑妹，说是可以带肖恩寻找真相。肖恩半信半疑。当黑妹扔掉他鞋里的追踪器时，他是彻底信了。Why do you think they always know we have to find you? 随后掏出一份监控盲区地图，现在全城都布满了监控，而你是被通缉的犯人，想要逃脱只能跟我走。肖恩别无选择，暂且相信黑妹。此时瑞秋因为肖恩一句话 Gaster Square. What? That's where they took me. 带着手下来到该新广场，果然发现一间跟伊顿广场一模一样的公寓。瑞秋决定会回房子的主人。 It's not fig leaf. It's all right. Let him in. 两人见面，瑞秋有些得意，但大卫可不是善茬，他服务的上级可是国安局，有权对瑞秋的提问一概不答，相反还把他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。瑞秋第一次见到如此老练的职员，也被他的气场折服。随后大卫送客，瑞秋吃了个闭门羹，刚出门就接到一个噩耗，资深媒体工程师暴毙家中，而杀害他的正是大卫一伙人。显然背后的主谋坐不住了，必须控制事情的发展。为此，瑞秋也没能幸免。 Detective Inspector came knocking on my front door. To your bride? It's tricky, politically. And I'm sure you'll find a way. 加兰半夜堵住他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瑞秋踢出专案组。 Duly influenced police operations. 果然，加兰并不是来破案的。被停职的瑞秋只能自己找出真相，而肖恩跟着黑妹一路穿梭，绕过大大小小的摄像头，终于来到他们的大本营——一个嘈杂的酒吧。只见里面一群人正在给死去的安娜哀悼。 Sorry, he wouldn't wait. That's understandable. I imagine you'd like to know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. 现在你看到的是一段造假视频的拍摄现场。只见女人按照剧本演绎，走位、微笑、对台词都是精心设计的桥段。跟她对戏的也不是肖恩，而是一个体型差不多的特型演员。安娜尽力演好每个动作，只为把陷害肖恩的视频做到极致。而这个团伙是一群富有正义感的律师。至于他们为何这样做，一切要从他们的朋友说起。一天，反恐部门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把安娜的弟弟逮捕入狱，而且他们不管有没有证据，就如法炮制了一段换脸视频，然后把他草草定罪。其实，在律师眼中，这种事情见怪不怪，但没想到这次发生在自己身上。于是他们想把国安局的肮脏手段公之于众，让民众颠覆对他们的认知。为此，他们制定了严密的计划。时间回到第1集，肖恩洗脱冤情当天，如期举办庆功宴，但他不知道，此时的安娜和查理都各有心思。当天的每句话和动作都是精心设计。安娜按照剧本挑逗肖恩，然后让他送回家。两人在公交车站上演分别戏码。然而就在拼接点公交车来时，肖恩衣领突然立了起来，但他们安排的演员可没有立，即便细微的差别也可能露馅。于是他们想要喊停计划，安娜当机立断吻了上去，抚平了衣领。随后公交车如期而至。上半场演完，就把录制好的陷害视频拼接上去，再让同伙黑进监控系统，然后就有了胖妞看到的一幕。肖恩听完倍感震惊，但他疑惑为什么选自己。简单点说就是人气，他们需要一个大众关注的人，但肖恩并不这样认为，他觉得自己从头到尾都是棋子，现在想把一切公之于众，还自己清白。但查理表示原计划并不是这样，本来只是让国安局的人捉走肖恩，让安娜隐居几天后再出来。经过这样一波反转，让民众不再相信监控视频，再不济也会动摇他们的公信力。但现在计划俨然已经变了，他们没想到负责此案的竟是反恐部。那天瑞秋把监控发给同事，他们就感到了不对劲，于是加兰、大卫等人紧急开会。既然有人要迫害我们，那我们就顺从民意。大卫找到安娜的隐居住所，本想让她供出其他同伙，但安娜守口如瓶，最终大卫无情杀害了她，然后买通肖恩的发小，把载着安娜尸体的车送给肖恩，让肖恩成为真正的杀人犯。事情发展到现在，查理等人的计划看似完败，但他还有最后一计，那就是安娜上了公交车的视频。如果有一天肖恩真的入狱，只能试着上传这段视频。话聊一半，警察突然包围了这里，酒吧乱成一团。肖恩趁机走小道离开，可刚来到大街就遇上了瑞秋。 Those people at Gaster Square, they're the ones who killed Hannah. I know. You're innocent. I can prove it. I'm so tired of believing people. 此刻的他就像小样肖恩，迷茫且无助。而大卫看着偌大的城市，既然找不到肖恩，那就只能从他家人入手。到此第6集结束。最重要的是，国安3人组集体亮剑，肖恩能获得清白吗？男人跟瑞秋回到家中，躺在沙发上的他一夜未眠。肖恩打开电视，新闻正报道他拐走了自己女儿。肖恩看到这儿面目狰狞，第一个想到就是律师团，借此手段逼自己现身。
其实不然，逼他现身的是大卫等人。于是两人兵分两路，肖恩找查理问其到底想干嘛，而瑞秋再次约见大卫，两边彻底摊牌。此刻的瑞秋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因此他有十足的条件跟大卫谈判。瑞秋希望他们能还肖恩一个清白，并且跟那些被伪造入狱的犯罪道歉，否则就把真实的监控视频发布网上。大卫三人决定思考一下，但这时一个男人建议把瑞秋招募进来，给他一个加官进爵的机会，或许能有转机。于是带瑞秋来到地下室，当他看到这些高科技设备也为之震撼，他的内心开始动摇，或许这些手段符合情理。此时肖恩来到查理的律师所，二话不说把他暴打一顿。这时加兰喊停了肖恩， I know where she is. 于是把他带到一所公寓，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女儿，洗净身上的血迹，久违的跟女儿相处，让一路逃亡的肖恩多了份温暖。昏暗的地下室内，瑞秋突然看到肖恩正在认罪，瑞秋无法相信。 You've taken his voice. You're faking his confession. I can assure you this is real. 他火速赶到警局，果然肖恩在跟警察坦白一切。见到瑞秋，肖恩羞愧地低下了头，但这一切都是基于现实的无奈。原来肖恩跟女儿独自相处时，大卫找到了他，直接给肖恩两个选择：家人还是真相。肖恩知道自己无法动摇大卫的地位，而且大卫向他承诺，此次入狱只是走个形式，过不了多久便可出狱。就这样，肖恩认罪，走上法庭接受法官的审判。 To the charge of the manslaughter of Hannah Roberts. How do you plead? Guilty. 监狱外面，律师团跟瑞秋在做最后的努力，上网发布了真实视频，但在大卫等人面前，视频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，而且他们在一系列操控下，带着真相的视频被引导成了阴谋论，石沉大海。而瑞秋回到家中，把那段带有真相的 U 盘永久封存，随后来到警局。 When can I start? 到此本剧结束。虽说结局很难让人接受，反恐三人组无疑受到惩罚，相反唯一清白的肖恩平白无故坐牢几月，但还是不能否认他高达 9.0 的评分。在当下飞速发展的科技，本剧的题材充满独创性。所谓的真相浮现眼前时，希望能持有怀疑的态度，毕竟眼见不一定为实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点赞关注。